當燃料耗盡的警示燈在敵後響起，對於任何一位深入險境的特種飛行員來說，那都是死神的倒計時。但如果這一困境被打破，讓直升機自己變成一座會飛的空中加油站呢？2026年，美國陸軍航空協會作戰峰會上，特種作戰司令部旋翼機計劃執行官史蒂夫·史密斯拋出一枚重磅炸彈，要讓 MH-47G 夜襲者重型突擊運輸直升機加裝油箱和輸油功能，使其成為飛行中的前进武裝與加油點，在特定區域為其他航空器補充燃油。他甚至直言，也許我們可以讓 MH-47G 具備空中加油能力。這不是簡單的功能疊加，這是一場關於戰爭極限的豪賭，更是大國競爭背景下特種作戰從能突入到能來去自如的戰略性改變。今天我們一起走進第160特種航空团的機庫，看看這家暗夜巨獸都有什麼底牌。要理解這次轉型的意義，得先搞清楚 MH-47G 到底是什麼。MH-47G 是 CH-47 支弩幹多用途重型直升机的特種作戰型號，只服役於一支精锐部队，美国陸軍第160特種作戰航空团，綽號夜襲者。CH-47 本身是1962年首飛的老兵，服役超60年，但經過持續升級，至今仍是美軍重型運輸的中堅力量。而 MH-47G 是在 CH-47F 基礎上深度改装的特戰精英，它換裝了2台霍尼韦爾 T55GA 714A 涡軸發動機，每台輸出約4734周馬力，約3529千瓦，配備數字化玻璃座艙、地形跟蹤雷達、先進電子自衛套件，以及集成在加寬浮筒中的長航程燃油箱。燃油携帶量約7800升，是 CH-47 的2倍。航程半徑也從常規的約370公里提升到典型任務剖面630公里以上。武器系統包括前艙門的2挺 M134 米尼港 7.62 毫米加特林机槍和後艙門的2挺 M240D 7.62 毫米通用機槍，不僅能運還能打，還能在加油同時保持警戒，這點任何固定翼加油機都做不到。MH-47G 為了最大程度避免被發現，它的飛行方式是在貼着地皮跳舞，利用山脊作為雷達的擋箭牌，在敵人的眼皮子底下玩捉迷藏，這才是它的看家本領。而机手那根伸縮式受油探管讓它早已具備空中受油能力。那為什麼 MH-47G 要承擔加油机功能，而普通型號不需要？因為特種作戰部队必須在无地面支援的環境下主動行动，裝上加油套件，它就能同時扮演運輸機和加油機，為遠距離特戰潛入行動做準備。很多人會問，美軍不是有 KC-135 和 MC-130 這些大型固定翼加油機嗎？為什麼還要直升機自己給自己加油？答案就藏在特種作戰的最後1公里中。傳統模式里 MC-130J 是不可或缺的空中加油站，但在高对抗環境下，這種模式正變得愈發脆弱。當直升機編隊必須深入防空覆蓋區時，龐大的固定翼加油機既無法匹配直升機的低空隱蔽航線，也無法規避密集雷達監視。固定翼巡航速度約300到400公里每小時，直升機僅約280公里每小時，速度差像卡車追高鐵，讓敵後對接如同在鋼絲上跳舞。對於第160特種作戰航空团而言，這不是技術選擇，而是生存博弈。我們需要一種能與突擊隊同頻呼吸的補給平台。MH-47G 本身就具備極低空飛行能力，裝備了先進的地形跟蹤雷達和夜視設備，可在敵方雷達探測下低空突防，這是任何大型固定翼加油機都不可能做到的。一旦它化身空中加油機，整個突擊編隊的加油作業也可以在暗夜低空完成，暴露風險極大降低。因此，美國特种作戰司令部近年來一直在尋求擺脫對空軍加油機的依賴。像 MH-47G 這樣自身能攜帶大量燃油、能超低空飛行、戰場生存能力強的重型加油機，變成了自己是加油的最佳平台。據 SOCM 透露，若 MH-47G 未來能兼具空中加油机角色， SOCMO 将可擁有自身的空对空加油能力，而不必完全依賴空軍機隊。尤其在敌对環境中，地面前进加油點本身就是高風險的宿命任務。若 MH-47G 可直接在空中替其他直升機加油，部分情況下將不必降落執行補給。SOCMO 還提出了模塊化的構想，所有新能力朝模塊化方向發展，需要時快速安裝，不需要時迅速拆除。一架 MH-47G 可以同時承擔運兵、火力支援、空中加油3重任務。進入戰區前是運兵車，途中加裝加油套件後變身加油站，完成任務後再拆除恢復運輸能力。這種3合1將徹底打破傳統航空兵的分工壁壘。
那麼模塊化加油套件到底長什麼樣？目前業界有2種主流構想。第一種是貨艙內置油箱模塊，在貨艙地板上固定快速拆装油箱，通過管道连接到机舱外部的加油软管卷盘系統。第二種是外部加油吊艙，不占用內部空間，但對機身掛載強度和飛行穩定性要求較高。無論哪種方案都必須解決一個難點：软管抖動。你可以想象一下，你站在颶風中心，手裡抓着一根注滿航空燃油的高壓水管，還要把它準確插入幾十米外另一架高速飞行飞機的油箱裡。這不僅是環境上的挑戰，更是對飞行員操作技術的極限考驗。CH-47支奴幹標誌性的縱列雙旋翼布局會產生極其複雜的下洗氣流，比傳統單旋翼直升機更混亂、更持久。2幅巨大的機翼同時攪動空氣，產生的湍流就像一台無形的巨型攪拌機。軟管一旦被捲入湍流，就會劇烈波動，輕則加油失敗，重則撞壞2架飛機的旋翼。研究人員正在探索2種方案，一是在機身側面安裝可收放的吊桿式加油臂，讓軟管徹底脫離主旋翼氣流影響區；二是將加油口布置在尾部斜坡處，利用尾流相对穩定的區域。當然，這2種方案仍處在概念研究階段，距離實戰部署還有很長的路要走。如果能夠突破這一瓶頸， MH-47G 作為空中油庫的能力將徹底釋放。除了技術方面，我們還要算一筆人才賬。培養一個成熟的 MH-47G 機長要砸數百萬美元，飛幾百個小時模擬器，再加上好幾年的實戰經驗。第160特種作戰航空團的飛行員被称為夜行者，他們的座右銘是夜行者永不放棄。他們的作風极度自信，甚至有些孤傲。畢竟能在漆黑的深夜駕駛60噸的鋼鐵巨獸貼地飛行於山脊之間，絕不是普通飛行員能做到的。在這種高強度透支下，連續執行3次高危任務後，機組反應速度、決策判斷力會不可避免的下降，甚至需要強制修整。MH-47G 加油套件的價值就在於把加油這個中間環節從高風險的敵後空域轉移到相對安全的待機區，讓飛行員把有限的精力集中在突進去、打完了、撤出來這3件事上。一架不需要人開的加油模塊，守的是一條油盡了就無法返航的底線。這條底線越靠前，特種兵活着回来的機會就越大。以上討論還停留在戰術層面，但真正的戰略意圖在於大國競爭下的反介入區域拒止環境。想象一下，未來的某片戰區，敵方又有密集的遠程防空導彈和艦載雷達網絡，傳統的 MC-130J 根本不敢靠近，它又大又慢，一旦進入敵方探测範圍就是活靶子。而 MH-47G 可以貼海飛行，利用海浪雜波掩蓋自身信號。如果他還能為自己的小隊加油，整個編隊就無需爬升到中高空與加油機對接，也就永遠不會暴露。這不僅僅是救人，更是擁有了深入不可進入區域的能力。美軍特種作戰司令部近年來反复強調分散式殺傷和遠征前进基地作戰， MH-47G 的空中加油功能正是這2大概念的粘合剂。它讓特種部隊可以在沒有陸地機場和大型加油機的環境下持續作戰數天甚至1週。因此，夜襲者的改造表面看是技術升級，實質上是美國應對未來高端衝突的一枚重要棋子，也是美國全球到達能力在大國競爭時代的一次精準落子。既然模塊化技術是實現這一構想的鑰匙，那麼一旦技術瓶頸解決， MH-47G 如何在實戰中應用？讓我們推演一個具體場景：一支由6架 MH-47G 組成的突擊編隊，從某前進基地起飛，飛向假想敵縱深執行滲透任務。任務區域距離起降基地約500公里。按照常規模式， MH-47G 需要在前線空域與 MC-130G 加油機對接一次。对接過程，編隊必須爬升至中高空，開啟通信，由空軍加油機引導，整個編隊會暴露約15分鐘。這個時間足夠敵方雷達完成一次全域掃描，並連接防空導彈完成一次發射鏈。如果編隊中有一架 MH-47G 攜帶了加油套件，它就可以在距離目標區域200公里的待機空域低空盤旋，為其他5架提供隱蔽加油。整個過程，編隊無需爬升，開啟通信，依賴空軍加油機護航，不暴露任何電子信號。這15分鐘的危險窗口被一筆勾銷。需要注意的是，擔任加油平台的 MH-47G 自己也需要油。通過分段加油模式，一架油管車在任務前期保持高油量，中段将多余燃油分流給突擊編队，自己则在任務末端作為伴隨保障，確保零故障撤離。在美軍以往的實戰案例中，
第160特種作戰航空團的 MH-47G 曾在執行遠程突擊任務時被擊中，一名飛行指揮官腿部中彈，但仍完成任務，無人陣亡。如果当時編隊中有一架 MH-47G 加油機，突擊隊就不必在敌方火力下長時間盘旋等待撤離窗口，可以更快完成油料補充後脫離戰場。放眼全球，美軍在重型直升機空中加油領域幾乎沒有對手。俄羅斯雖然裝備了米26光環這種起飛重量超56噸的巨型直升機，載重能力比 CH-47 大得多，但幾乎沒有成熟的重型直升機空中加油體系。俄軍米26曾在车臣和敘利亞戰爭中充當過空中油庫，方式是在機艙內放軟體油囊，降落後為地面車輛或直升機加油，但那只是降落在地面後的靜態轉輸，與空中動態對接完全是兩碼事。俄軍至今未發展出成熟的直升機对直升機空中加油技術，更未投入實戰化。烏克蘭戰爭中，俄軍直升機多次因燃油耗盡被迫降落在前線，暴露了其補給的短板。歐洲同樣落後，空客 A400M 運輸機完成了大型直升機空中加油認證測試，但 A400M 是固定翼加油機，並非直升機本身成為加油平台。德國已訂購60架 CH-47F Block 2，這批直升機具備空中受油能力，但德國並未計劃讓 CH-47F 充當加油機。更重要的是 MH-47G 的升級不只是擁有更大的載油量，還具有數字化協同加油的能力。它的燃油系統與機載火控、導航系統全自動同步，加油量、燃料分配、受油飛機的油量需求全部通過數據鏈實時計算和調度。米26再大也只是一口移動油鍋，而 MH-47G 是一座智能加油站，這才是美軍領先的真正關鍵。此外，美國陸軍已經在探索無人加油機方案。2026年陸軍航空協會峰會上，美軍展示了一段酷似 MQ-25 黃鯛魚的無人加油機為輕轉旋翼機空中補給的渲染視頻。當然，這還只是概念演示，真正實用化至少還要10年。而且，為直升機进行無人加油，需要解決低空穩定飛行與自主對接兩大難題，技術難度遠超固定翼无人加油機。如果這類技術成熟，未來的特種作戰編隊中，跟在 MH-47G 後面的可能不是另一架 MH-47G， 而是一架沒有飛行員只管送油的無人奶媽。等 MH-47G 真的掛上了加油軟管，就意味着美軍的暗夜前行者在天上多了一雙隱形的翅膀。而這雙翅膀足以將特種作戰半徑擴張到任何一個角落，從巴拿馬的千里奔襲到伊拉克和阿富汗的低空滲透，再到一次次絕命突襲，第160特種作戰航空團的夜襲者們駕駛着 MH-47G 一次次改寫着特種作戰的教科書。CH-47支弩桿的尾部坡道打開，吐出來的是無人機蜂群，而機首受油探管對接時加進去的是續命的燃料。它是無人機的空中母艦，也是特種作戰的空中奶媽。這兩種身份按需轉變，正是屬於它的戰爭的藝術。本期關於 MH-47G 夜襲者的分析就到這裡。最後有2個問題想與各位討論。第一，如果 MH-47G 真的成為空中加油機，美軍特種作戰的最後1公里困境是否被徹底解決？有人機與無人加油機結合，是否會成為下一代特種作戰的主流？第二，俄羅斯、歐洲等國要花多長時間才能追趕上美軍在重型直升機空中加油體系的領先地位？直升機之間互相空中加油會成為未來特種作戰的標配嗎？歡迎在評論區分享你的看法。如果你喜歡這期視頻，別忘了按讚、訂閱、轉發。我們下期再見。